老公在我孕期乱来，闺蜜却说我矫情不体贴。重生的我看着她笑了。2024-09-24-2，怀孕发现丈夫出轨，媚男闺蜜却说她只是犯了天下每个男人都会犯的小错误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怀孕了，闲的才会这么矫情。后来我挺着6个月孕肚去捉奸的路上出了车祸，闺蜜怂恿老公将我的骨随手丢进小池塘里。她说这样哥哥以后钓鱼的时候也能想起姐姐，能一直陪着哥哥，姐姐在天之灵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好，重生后我让你们也开心开心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天有眼，知道我心有冤屈，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。再睁眼，竟是回到了还没和林志结婚之前。我欣喜若狂，这下没了婚姻和孩子的束缚，我再不想当什么林家好儿媳，我是今世讨债正义使者。此时的我正和闺蜜梅和在公司门口等林志下班，有同事路过夸赞林志好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。林志被梅和环住的胳膊不自然地往后缩，干笑道：未婚妻，你小子闷声干大事，那我可等着喝你的喜酒了。直到同事走远，我也没有动弹。3个人以一种尴尬的角度对站着，林志以为我是在闹脾气，伸出手来想要拉我，却被我一闪躲开。我只是还没适应这副健康的能站得笔直的身体，被汽车反复碾压的痛感深入骨髓，更何况看着那只手，记起前世他抚摸过数不清多少情人的后背，我就止不住的犯恶心。林志看着我偏过头去作呕，脸色更难看了。许之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向朋友介绍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真是好笑，我站得离他8米远，恐怕那同事连我是男是女都没注意，别想碰瓷。哎呀，小志哥哥，不许凶，你这样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你的哦。梅和晃晃他的胳膊，又对我眨眨眼睛，样子俏皮极了。我更想吐了。上一世我一心扑在林志对我的态度上，浑然不觉话中的暧昧，甚至很感激他愿意在我和林志之间做和事佬。林志是很吃这一套的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喜欢女朋友像个好看听话的挂件，偶尔说上2句好听的话。当然，除了这2句好听的话，就什么也不要说了，他不喜欢听。结婚后，他不止一次拿梅和我做比较，说自己当初怎么会瞎了眼，选择我这个泼妇。我只不过是希望他能把钓鱼的心思分出一点，去找个靠谱的工作，做起当父亲的责任。当时我已经怀孕3个月，梅和噔噔地踩着他的恨天高来劝架，哥哥的压力已经很大了。你这么凶是做什么？哥哥，你摸摸我的丝袜滑不滑？你不知道，丝袜是男人的降火药，晚你不爱穿，只有让志哥摸摸我的开心一下喽。有我这样为你着想的好闺蜜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他的压力大在用上千的钓鱼竿也钓不上一条鲫鱼板子。现在回想来，莫非上辈子自己被他们2人下了降头，才会耳聋眼瞎，看不出这2人都是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癞蛤蟆。哥哥，他好可怜呀，我们买个气球帮他吧。那是一个卖气球的老人，花白着头发，佝偻着腰，可上一秒他对我说的是，看吧，有些人就是活得贱，老了也一样。说完他还朝地上啐了一口，我还能清楚找到那口浓痰的位置，真想捡起来摔在他脸上。他戴着双面人的面具，享尽了利益。上一世我直到灵魂散尽也没看见他受到报应，
那怎么行呢？双面既然有利，必然有弊。上一世你享乐太多，这一世也该尝尝恶果了。按时间发展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父母特意赶来为我庆生。也就在今天，我要死要活逼着他们同意我和林志的婚事。因为同时期我和梅和在同一个公司竞争转正名额，他知道只要我结婚了，按林志的性子是断然不会容忍老婆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，所以他每天给我转发数十条营销号文章，什么如何编织好婚姻的金笼子，关好丈夫这只金丝雀，震惊一女子不珍惜男朋友青春，不同意结婚被婆婆骂哭，寒心男朋友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，等等等。比这些内容更可笑的是，我居然还被这些话成功洗脑了，活生生变成了恨嫁女，生怕晚一秒林志就跟别人跑了。思绪回笼，再见父母和蔼的面容，泪水决堤般涌出。他们一生老实本分，即使不满我和林志的婚事，在婚后也没少帮衬我们。生前我为了所谓的爱情，一直与他们对着干。死后作为虚无灵魂状态的我，想抱抱他们，却也只能任凭手指穿过。晚年丧女，他们站在我扭曲模糊的尸体前，一夜白头。而我所谓的丈夫和闺蜜，在我去世的第二天，两人就打着合租的旗号，迫不及待地搬在一起住。梅和还追求刺激似的穿上了我的睡衣，我无语了。第一次见把鬼当成 play 中的一环的，真不怕遭报应。我忽视挡在前面的两个奇葩，快步上前，将父母搂在怀里。真实的温度有如双强有力的大手安抚着我砰砰狂跳的心脏。太好了，一切都不晚。我父亲的身体不好，在我死后没一个月，突发脑溢血也去世了。这个腼腆的小老头此刻在我怀里，高兴红了脸，却仍装模作样冷声道：“你别以为你撒个娇我们就会松口了，这个婚事我们不同意，不同意就不结了，绝对不行，结婚不是儿戏。”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不结婚了，我想好好在你们身边陪陪你们，你们不会不稀罕你们的女儿了吧？爸！这下不仅小老头愣了，连林志和梅和也石化在原地。他们何尝见过我撒娇的样子？林志总说我像块不会调情的木头，无趣，历经生死，听过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，我怎么不算重塑肉身呢？明天我带你们去检查一下身体。林志上前一把拽过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不结就不结？许之婉，你的胆子什么时候这么大了？他瞪圆的眼睛像头发怒的公牛。我几乎是下意识般抱头蹲下。婚后林志暴力的行为在我心底埋下了很深的阴影。小老头气愤地张开双臂，将我护在后面。这一刻，父爱如山得到了具象化的诠释。你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们婉婉的，今天我在这，我看你敢！哎呀，哥哥，年轻情侣吗？小打小闹很正常。梅和又想来和稀泥，我妈可不惯着他。我家老许都跟你爸一样大了，叫谁哥哥呢？哦，难道你家是近亲结婚？那你这副德行也不奇怪了。我妈一向伶牙俐齿，在我们老家方圆几个村都是骂响了名号的。可惜我偏偏随了我爸的木讷脑子，梅和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连厚厚的几层粉底都盖不住。哥哥，你看他呀，好凶凶。我林志有房有车，家里做进出口贸易的。告诉你，许之婉，是我低调，怕你焦虑，所以没告诉你。大把的小姑娘上赶着想嫁给我呢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嫁还是不嫁？梅和的眼睛突然就亮了，像狗见了肉骨头。哥哥，原来你家这么厉害呀！
姐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死丫头嘴真馋，口水都快飞流3000尺了，也不知道收一收。那你嫁给他好了。梅和的脸色晴转多云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记忆中，他崇尚单身自由，爱玩，整日流连在各形各色的大款身边，觊觎他们口袋里的钞票，骗穷一个就跑。他还因此被警察叫过谈话。出来后，他依旧为所欲为，点着厚厚一沓钞票，嗤笑道：“结婚的都是傻子。”林志没想过同我结婚的过程中会有意外，他细细打量了一番梅和，小眼睛转个不停，想必是在复盘他往日的表现。梅和也凑合，但是以后结婚了就不能穿成这样了，跟个陪酒女一样。梅和的脸刷一下黑了，黑丝包臀裙是林志平日里的最爱。他投其所好，没成想被评价用力过猛。和林志婚后，我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，一方面是没钱，另一方面则是林志的贬低打压，让我日益没了打扮的信心。我倒想看看卸去了外表浮夸的装饰，梅鹤发嗲的灵魂还拴不拴得住林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梅鹤，你不会是看不上你的好哥哥吧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我担心过不了哥哥的父母的择习标准，让哥哥失望。梅和果然不会放过送上门的长期饭票，这张饭票也不是好的。林志父母有自己的一套择习标准，除去外貌身高，同时严格遵守林家家规是最重要的一条。进了林家当儿媳，就和进了宫当丫鬟服侍主子没什么两样，都得时时刻刻警惕着，时时刻刻仔细着。你的身高1.65米，体重99斤以下，外貌清纯靓丽，这外形要求你拿捏得死死的，这么契合错过了，多可惜呀！梅和当初也是这么劝我。说不定叔叔阿姨就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这一规则呢，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不会表达而已。你有这么好的外形条件，不用可惜了。说林家为我特殊设下这一门槛，我个做小辈能不能让他们失望？我甘之如饴，日复一日报答他们的恩情，做饭洗衣像个牛马，被他们指挥得团团转。林志只会喝酒钓鱼，在外花天酒地。梅和也把公公婆婆教会了，他们翘着二郎腿，嗑着瓜子，呸呸地吐了一地。这男人在外的压力大有1、2个小的很正常。林志这孩子从小就有分寸，再怎么也不会闹到你跟前来。我们林家管你吃管你喝，不用让你出去看别人脸色，就在家做个贤内助也不称职。还大学生呢，家规第1条都守不住。我告诉你，多少女孩排着队挤破脑袋想嫁到我们家，你给我识相点，不然休了你。林家家规第2条，顺着丈夫心意走，婚姻才能更长久。梅和被我说的明显心动了，那晚晚咱们一起去试试吧，这样2个人说不定就有一个中的呀。我真的谢谢你。面对这泼天的富贵，我选择撑开伞，并且果断地比个中指。只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起一个大猪肘子啃了一口。对不起，我太馋了，我超过100斤了，我不配做林家儿媳妇。这红烧酱焖大肘子真香，也许是我啃得太情真意切，泪流满面。林志骂骂咧咧地拉着梅和走了。疯子，不是什么人都有进我们林家的资格的。父亲也担心地给我递来一杯果汁，慢慢吃，别噎着。猪肉肥腻的口感，唇齿留香。一杯解腻的饮料下肚，我胃口大开。林府家规第31条，每日做饭开支不得超过8元。发，超支的媳妇不会持家。秉持着这一原则，餐桌上少有油水，就我线下啃过肘子的嘴随便抹一把。
5个手指上的油渍，每天1根的量，都够林家炒1周的菜了。林家父母说话也是会避重就轻的，我们家的口味清淡，做饭少油少盐。梅和的脸上尽是小女人的娇羞，抢了婉婉姐姐这么好的婆家，我还真是不好意思。说着不好意思，挽着林志的手到底是没松半分。就是我的体重有点超重了，都已经102了。我这2天想少吃一点，哥哥还生气，说我是个可爱的小猪猪，和你们那些胖女人不一样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可真是个被幸福冲昏头脑的小笨蛋，姐姐你可千万不要生我的气啊！林志也撅着胸脯挤在前面，许之婉，就你这脾气，到时候成了大龄剩女，看哪个婆家敢要你。大龄剩女，多么美好的祝福词！我有爹疼有娘爱，脑子重生没带回来吗？还要着急着嫁人？只是看着她替梅和出头，心中不免有些唏嘘。上一世我怀孕后身材浮肿走样，邻居小孩拿小石子砸我，说我是猪妖精。我告诉林志，想他同我一起上门讨个公道，他却骂我小题大做，拿起钓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梅和来看笑话，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可不就胖得跟猪一样？还有这是什么呀？妊娠纹吗？太可怕了吧！你怎么有脸去找人家道歉的呀？你这不就是妖精吗？快别出门，丢人现眼了！我要是小孩妈妈，我都得找你要精神损失费！哈哈哈！他的笑声尖锐，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浑浑噩噩地藏在家里，吐得昏天黑地。林府家规第51条，女子体重99，丈夫健康又长寿。梅和面对这一条，你能撑多久呢？我当然是没关系啦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好女不过百。梅和你这么胖可不行哦，毕竟想嫁给林志的人这么多，婚前变故越少越好啊。梅和紧咬着唇，看来是听进去了。林志也是个神助攻，他说的对，为了咱们的婚事着想，梅和你得再加把劲了。他俩的婚期比我想象中要提前，可见这些天我拼命对林志发射星星眼的样子被梅和看进去了。我揉了揉干涩的双眼，看进去了就好。虽然我夹不住嗓子叫哥哥，但我有的是法子膈应人。又滴了2滴眼药水我才出去。林志迎面走来，正对上我水汪汪的大眼。是婚纱那天，梅和不让我当伴娘，但挡不住我穿了条小白花长裙，在她的正宫红面前，虽矮了节气势，却也显得我柔弱恬静，惹人怜惜。我还特意把眼睛周围打上了足亮的腮红，一副哭过的模样。惭愧吧，男人！不出所料，林志停下了脚步。婉婉，你就是太要强了，才会失去我。最后再抱一下吧，为了咱们逝去的爱情，以后我一定会把你当作亲妹妹对待的。我抽泣着躲开他的怀抱。梅和知道了会生气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克制好自己对你的情感的。志哥，我抖动着肩膀，实际是在拼命憋笑。藕断丝连，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我们结婚时，他也是这样安慰梅和的，最后安慰着安慰着就滚到床上去了。真是好一个亲妹妹，一个开车用的免费备胎也可以说得这样好听。只是梅和不像我蠢，这一世他恐怕不能过得太舒坦了。擦过林志的肩膀，我能看见拐角处梅和站在那里，将我们的对话尽收耳中。丹红色的指尖深嵌在肉里，表情更是要多狰狞有多狰狞。我和林志结婚时只有22000的彩礼，还是我妈据理力争来的。当时对彩礼没有概念，觉得过日子也就是一家人，没必要分得那么清。婚后才知柴米油盐贵，新家同口无底洞般，无处不需要钱。
一旦没钱，我和林志间就会爆发更大的争吵。而梅和着急着嫁人，林志父母又有画饼的本事，说结了婚车和房都是你们的，林志每个月赚的钱都归你管，我们绝不过问。同样的台词，梅和被骗得连多的一条裤衩子都没要到，他还在沾沾自喜，比我捷足先登，太天真了，和当年的我一样。笑吧。我在台下看着司仪牵起他们恩爱的手，缓缓取下墨镜，一锅端更方便。你们的报应还在后面呢。童话故事从不续写婚后生活，因为那会戳破美好的假象。更可悲的是，现实中林志连一座浮华的宫殿和白马也没有。所谓的有房有车，不过是相看时提起来好听。他吹嘘自己家是干进出口贸易的，每天赚的钱银行都存不下，确实存不下，不是人家银行不给存，而是1毛2块的。林志不好意思存。林父林母在公园门口当小贩，售卖的小商品伪造低劣，因此价格也很便宜，一天下来赚的钱1毛2毛有零有整。林志觉得丢脸，不是100的拿在手里没面，怎么好意思还拿到银行去存？你说他骗人吧？他家确实是卖口香糖、香烟、棒棒糖之类在嘴里进出的商品，怎么不算进出口贸易呢？总而言之，林家是一个很奇葩的家庭，他们说话又善含糊其辞，这点是我嫁过去后慢慢摸索出来的。不出1个月，梅和就哭哭啼啼的来找我诉苦，他们家都是骗子，说什么有房有车，那茅草屋还没有他们村委会的一间厕所大，那车子还是你上大学时图方便买的那辆小电瓶车。我劝，露天独栋复古小别墅，说明人家是会过日子的。没嫁过去前，他们说家里钱都归我管，嫁过去了又说我家没有钱。我劝，那对你多好，只是没有钱，又不是不让你管钱。林家家规第61条，女子勤快，八方来财；女子好贪，况给败完。顾名思义，女子不能朝夫家索取，你一伸手，家里有矿都得耗完。这对于视财如命的梅和，可以说是致命的折磨。我做每件事都要先翻一下家规手册，厚厚的足足100多页，我快要疯了。我开始也不适应，坚持5年后也就能倒背如流了，一举一动都像牵线木偶般规矩，稍有不慎，林家人的目光便会做美人鱼脚下的尖刀，举步维艰。我每天5点就要起床，准备一家人的早饭，去菜市场和那些大妈们抢打折的菜叶子。早上7点前赶回来，伺候公公婆婆起床刷牙，洗一大家子的臭袜子和衣服。你敢想象吗？婉婉，还好我会撒娇，哥哥爱我，舍不得我做这些，这才哪到哪呀。我浅笑着看她小女人的模样，她所惊叹的不过是我5年1日复1日的平常。真是个疯女人。他妈给我加了2条家规。第101条，女人撒娇，男人丢钱包。第102条，女人爱偷懒，男人钓鱼必空军。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梅和不做这些家务，自然林母要做。现成的奴仆不使唤，可不是他的性格。尤其是第2点，精准打在林志的痛点。不愧是亲妈严选家规，这下没了林志罩着，梅和总算尝到了婚姻的苦。几块钱的宝宝霜都用不上，肉眼可见的蜡黄憔悴，问题不大。他们的爱情我来守护。我生日他就送了个钓鱼时钓到的塑料瓶子。我劝，多浪漫的男人。可是他兄弟过生日，他就送的是大牌鞋子。我劝，虽然他送别人的东西上用钱了，
但是他送你的东西上用心了呀，你想想，钓鱼人心中最宝贝的不就是钓上来的东西吗？他把你融入他的喜欢，还有错了？两个人结婚不就是相互磨合吗？梅和的本事大着呢，这里满足不了他，他能想方设法从别处捞到好处。他好久没来找我吐槽，在见面时他满面春风，已经怀孕了。他钻了邻家家规的漏洞。第1条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女子生大胖孙子，乃第一大事。梅和用腹里的胎儿威胁他们。我也不是没有试过这办法，只是终究狠不下心让一个60岁的老人操劳，心软不是件好事。尤其是你将这件事摆在明面上，就如同告知了众人你是块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后面也就发展成我想让婆婆搭把手，她就坐在地上要死要活的。于是这个可以稍稍喘息的漏洞也被我自己亲手堵死。梅鹤炫耀着到手的爱马仕包包，好看吧？我哥哥给我买的宝宝包，送给我这个宝宝的。我细看了一下，不是仿货，也不是林志能买得起的。我笑了，这包来历不明，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一样。我可不是空口造谣。林志的身体不好，我陪着他调理了5年，才勉强怀上1胎。他们结婚才不到2个月就怀上了，这受孕的几率比他钓鱼上钩的几率还高。我不信，打死不信。婉婉，你就是嫉妒我。梅和得意极了，笑死，根本不嫉妒，还要假装笑不出来，真的很难演好吗？父母的身体安康，顺利拿下公司的转正名额，又能做官前世仇人，演绎恩爱夫妻的戏码，我直接反手给上帝一个5星好评。梅和怀孕了，林志耐不住寂寞出去野这件事我是有预料的，但是没想到我居然是他的首选。我赶紧拉开距离，生怕多看他一眼就会被传染上不干不净的病。婉婉，我知道你还是放不下我的，我们变得更亲密一点不好吗？我呕了，他是怎么能顶着一张这么厚的脸说着这么不要脸的话的？林志，没想到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我实在不能帮梅和瞒下去了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林志急不可耐的已经脱了裤子。梅和在做诈骗，你知道吗？林志动作一致，整个人光溜溜的愣在那里，画面实在是辣眼睛。我推搡着将他赶出门，顺带说了梅和诈骗的地址，我的衣服。林志气急败坏的疯狂敲门，这个点正是下班点，楼道里来来回回的眼光足以让他不再硬气，冷静下来。我给林志机会，一面为了孩子，一面是我相信人能控制住自己最原始的欲望。后来才发现他就是个被下体支配的头脑简单的动物，根本不配成为父亲。我开始庆幸我死了，不然我的孩子出生了，一个懦弱无地位的母亲，一个滥欲无责任的父亲，地狱即开局。我把衣服从阳台丢下，哗哗一片。林志循着地址去找，不只会找到梅和，还会看到梅和现在坐在谁的大腿上。他和那个男人上一世就有过露水情缘，没想到缘分这么深，都已嫁作他人妇，也阻隔不住。婚后林志不肯工作，我就只能想着办法赚钱。梅和带我入局，让我尝到甜头后，卷走我所有的钱跑路了，包括我的彩礼、嫁妆和几百万的贷款。那一次林志打我打得最狠，差点流产了。我也确实该打，太容易相信了别人。我积极配合警察，只为寻找到一丝蛛丝马迹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我收到消息，林志在某某酒店和别人缠绵。我麻木般又撑起伞，明明我已经到了家门口，明明知道我去了酒店也不会有什么用，但我还是去了。雨幕里，一辆红色的小跑直挺挺地冲向我，
当时我站在斑马线上，离酒店1步之遥。房间里亮着昏暗的灯，雨声哗哗地打在伞上，来不及躲闪，身体被撞飞，落地很沉闷的一声。下意识护住腹部也是徒劳。那辆车果断地又冲上来，前进倒退，反复碾压，直到我碎成一滩肉泥。他的目标准确，杀伐果决，像是对我有着滔天的恨意。要不是灵魂含冤未即刻消散，我到死也不会知道我是当了梅河的替罪羔羊。那位冷血杀手是和梅河私奔的那位男人的原配，也是被他们骗得负债累累。梅河发信息挑衅他，再发信息引我出来，好一个一箭双雕。他是朵聪明美艳的毒蝎花，不过花期终有限，天凉了，他该败了。林志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梅河若真单只参与诈骗，他顶多埋怨2句，为什么有发财的机会不带上他？可梅河不光脑子好，还手巧，送了他顶绿帽子。听说林志那天杀红了眼，协助警方端了这伙诈骗团伙的窝点。梅河逃跑不及，被当场抓获。混乱散场后，林志却不见踪影。看着新闻上的报道，我在摇椅上嗑着瓜子，心中大为畅快。对于林志的去向，更大媒体的猜测趋向一致。诈骗团伙的头目趁乱脱身，逃往了国外，极大可能为了报复，将林志掳走折磨。我没意见。林志这样没有担当、没有自制力的人，未来的人生都有人为其做好规划，不再浑水摸鱼、拈花惹草，怎么不算一个好的归宿呢？再说了，这也算是进出口贸易，他也专业对口。梅河是最让我惊讶的，他不知何时还染上了毒瘾，形容枯槁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林家父母让我劝劝他，怎么说也赖活着。为了他未出世的林家大孙子，我没有说话。我自己都是重火2世才堪保住自己的一条命，又凭什么干涉2条性命的因果呢？更何况我妈今天炖了排骨等我回家，晚了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眼前一片黑暗，滴答滴答的渗水声听得人毛骨悚然。林志挣扎着坐起身，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束缚着，嘴里还塞着块异物，完全不能呼救。记忆中最后一幕是自己追着那奸夫到巷子，但一转拐角就被后背一闷棍打晕了。林志心中懊悔，当时想什么乘胜追击呢？应该见好就收的，明天还和丽丽约好见面的，我房间都订好了，也不能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好消息，下一秒有人推门而入。坏消息，那人不是什么妙龄女郎，是个彪形壮汉，拎小鸡仔一样把他拎了出来。突然的光亮刺得林志眼疼，似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他大叫：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奸夫被他打得额角流血破了相，彼时正缠着一圈厚厚的纱布。咱们2个也算不打不相识，我看你小子有种，像年轻的我，跟着我好好干，以后美女少不了你的。林志道：能放我回去吗？放过年轻的你。奸夫皮笑肉不笑：不行。林志道：那跟着你能有钱吗？不能，钱是我的。林志看透了，你这就是在报复我。奸夫笑笑：我有千万种方法能让你生不如死。1个月，大汉来报，林志试图逃跑谋反，被区经理带人揍了一顿，现在老实了。2个月后，大汉来报，林志现在适应了，还有了小团体。3个月后，大汉来报，因为女的几人打了一架，小团体解散。4个月后，身边有人拿钱想向国内传播信息。林志看着手中微薄的票子嘟囔道：爸妈也没用，就这点钱还不如花在女人身上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
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